约翰逊议长、万斯副总统以及美国第一夫人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国会议员们，非常感谢您们同时致我的同胞们，美国回来了。6周前，我站在这座国会大厦的穹顶之下，宣告美国黄金时代的到来。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迅速而不懈地采取行动，以迎接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我们在43天内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政府在4年甚至8年内取得的成就，而我们才刚刚开始。今晚我回到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美国的发展势头回来了，美国精神回来了，美国的自豪感回来了，美国的自信也回来了，美国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美好的蓬勃发展。美国梦势不可挡，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复兴的边缘，其规模之大，世界前所未见。或许也永远不会再见到。11月5日的总统选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授权，我们赢得了所有7个摇摆州，以312张选举人票赢得了选举团的胜利。我们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了普选，并且赢得了我们国家的很多县。我们在全国赢得了2700个县，而我们的对手只有525个县。地图上几乎全是代表共和党的红色。现在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有更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错误的方向。事实上，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27个百分点的转变，是历史上最多的。同样，小企业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增长。总统先生增长了41个百分点。总统先生，请等一下，议员们必须保持会议秩序，停止任何进一步的干扰。这是对你的警告，各位议员故意且持续地违反议事规则。
主席已准备好指示警卫长恢复会议秩序。总统先生。Mr. Green, take your seat. Take your seat, sir. 格林先生，请坐下，请坐下，请就坐，坐下。鉴于有议员持续故意且协同扰乱议事秩序，现在我指示警卫官恢复秩序，将这位先生从议事厅带走。各位议员，请维护议会的秩序。总统先生，请继续。谢谢。在过去的6周里，我签署了近100项行政命令，并采取了超过400项行政措施，创下了恢复我们这片美好土地上的常识、安全、乐观和财富的记录。人民选举我来做这项工作，而我正在努力。事实上，很多人都说，我们政府，我们这届政府执政的第1个月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很多人都这么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们知道排名第2的是谁吗？是乔治·华盛顿。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榜单是怎么排的，但我们接受了。在宣誓就职后的几个小时内，我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部署了美国军队和边境巡逻队，以击退对我们国家的入侵。他们做得非常出色。结果是上个月的非法越境人数是迄今为止记录的最低水平，有史以来最低。他们听到了我的话，所以他们选择不来，这样容易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乔·拜登领导下，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非法越境者，几乎所有这些人，包括凶手、毒贩、黑帮成员以及来自精神病院和疯人院的人，都被释放到我们国家。谁会想这样做呢？This is my 5th such speech to Congress. And once again, I look at the Democrats in front of me. 这已经是我第5次在国会发表讲话。再一次，我看着眼前的民主党人，我意识到我说什么都无法让他们高兴，无法让他们站起来，无法让他们微笑或鼓掌。我做什么都没用。即使我找到了治疗某种毁灭性疾病的方法，一种会摧毁整个国家的疾病，或者宣布找到了创造历史上最伟大经济的方法，或者将犯罪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也不会鼓掌，不会站起来，肯定也不会为这些巨大的成就欢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这样做。我已经在这里讲了5次了，这非常可悲，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坐在我对面的民主党人就今晚一次铁，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庆祝美国取得的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呢？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让我们一起努力，真正让美国再次伟大。Every day, my administration is fighting to deliver the change America needs to bring a future. 我的政府每天都在努力实现美国需要的变革，从而为美国带来应有的未来。我们正在努力，现在是怀揣远大梦想、采取大胆行动的时候。上任后，我立即冻结了所有联邦政府的招聘，冻结了所有新的联邦法规，并冻结了所有对外援助。我终止了荒谬的绿色芯片局，却退出了不公平的巴黎气候协定。这项协定让我们损失了数万亿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我退出了腐败的世界卫生组织。我还退出了反美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终止了拜登政府的所有环境限制措施，这些措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不安全，而且完全无法负担。最重要的是，我们叫停了上届政府疯狂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从而使我们的汽车工人和公司免于经济崩溃。为了解放我们的经济，我已经下令对于每一项新规定必须废除10项旧规定，就像我在我非常成功的第一个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在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废除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还命令所有联邦工作人员返回办公室，他们要么亲自来上班，要么就会被解雇。And we have ended weaponized government where, as an example, a sitting president is allowed to 我们已经结束了政府的武器化，比如一个在任总统被允许恶意起诉他的政治对手，就像曾对我做的那样，结果如何？并不好，并不好。我已经停止了所有政府审查，恢复了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回来了。2天前，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英语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官方语言。我把墨西哥湾重新命名为美洲湾。同样地，为了纪念伟大的总统威廉·麦金利，我将麦金利山改回了原名美丽的阿拉斯加。我们热爱阿拉斯加，我们已经结束了整个联邦政府乃至私营部门和军队中所谓的多元、公平和包容政策的暴政。我们的国家将不再被觉醒主义所左右。
And our country will be woke no longer. We believe that whether you are a doctor, an accountant, a lawyer, 我们认为，无论你是医生、会计师、律师，还是空中交通管制员，都应该根据技能和能力来雇佣和提拔，而不是根据种族或性别，这非常重要。You should be hired. 你应该因为你的能力而被雇佣。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勇敢而有力的决定，允许我们这样做。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已经清除了公立学校中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毒害。我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明确规定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是只有2种性别，男性和女性。我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3年前，佩顿·麦克纳布是一位全明星高中运动员，是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他当时正为进入大学体育界做准备，但是当一名男性闯入他的女子排球比赛时，他狠狠地将球砸向佩顿的脸部，导致他遭受了创伤性脑损伤，右侧身体部分瘫痪，并结束了他的运动生涯。他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击球。佩顿今晚也在现场。从现在开始，学校要么将男性踢出女子队，要么就会失去所有联邦资金。如果你真的想看看数字，就看看女子拳击、举重、田径、游泳或自行车比赛中发生的事情。最近，一名男性运动员在长距离比赛中比女性领先了5小时14分钟，创造了新的纪录，比之前的纪录快了整整5个小时。这是在贬低女性，这对我们的国家也非常不利。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刚才描述的只是这场常识革命中的一小部分，而这场革命正因为我们而席卷全球，常识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主题。我们绝不会倒退，绝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拯救我们的经济，并为工薪家庭提供迅速而直接的救济。你们知道，我们从上届政府那里继承了一场经济灾难和一场通货膨胀的噩梦。他们的政策推高了能源价格，抬高了食品杂货的成本，并使数百万美国人无法负担生活必需品。他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遭受了48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可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也许是这样。作为总统，我每天都在努力扭转这种局面，让美国再次变得负担得起。
尤其是乔拜登让鸡蛋价格失控，鸡蛋价格已经失控了，我们正在努力让它降下来。部长，做好这件事，你们从上届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烂摊子，好好干。我们对抗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重点是迅速降低能源成本。上一届政府将新油气租赁的数量削减了95%，使管道建设停滞不前，并关闭了100多座发电厂。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开放其中的许多发电厂。说实话，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因此，在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就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正如你们多次听我说过的，我们脚下拥有的液态黄金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多，而且是遥遥领先。现在，我全权授权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团队去开采它，这叫做钻探，宝贝钻探。It's called Drill Baby Drill. 我的政府还在阿拉斯加建设一条巨大的天然气管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之一。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希望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各自投资数万亿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它将是真正壮观的，一切准备就绪。许可也已获得，本周晚些时候，我还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关键矿产和稀土的产量。为了进一步对抗通货膨胀，我们不仅要降低能源成本，还会结束对纳税人资金的公然浪费。为此，我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府效率部门，简称政府效率部。也许你们听说过，也许没有。由今晚在场的伊隆·马斯克领导。Thank you, Elon. He's working very hard. He didn't need this. He didn't need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伊隆。他工作非常努力，但他本不需要做这些。非常感谢你。They just don't want to admit that. Just listen to some of the appalling waste we have already identified. 我们很感激。$22 billion from HHS to provide 我相信 free cars for illegal aliens. $45 million for diversity. 这里的每个人，甚至包括坐在那边的人，都很感激，他们只是不想承认罢了。$40 million to improv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clusion of sedentary migrants. Nobody knows what. 听听我们已经发现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浪费吧。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拨款220亿，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住房和汽车；4500万用于缅甸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奖学金；4000万用于改善久居移民的社会和经济融合，没人知道那是什么；800万用于在非洲国家莱索托推广性取向多元化，这个国家都没人听说过；6000万用于中美洲土着居民和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的赋权；6000万美元，800万用于让小鼠变性。
$32 million for a left-wing propaganda operation in 这是真的。3200万用于摩尔多瓦的左翼宣传活动，1000万用于莫桑比克的男性割礼，2000万用于中东的阿拉伯版芝麻街，这是一个节目；2000万用于一个节目，19亿用于新成立的家庭脱碳委员会，由一位名叫斯泰西·艾布拉姆斯 （Stacey Abrams） recently created decarbonization of homes committee 的女性领导，我们知道她参与其中，就在最后一刻，这笔钱被转给了她。你们听说过她吗？ by a woman named Stacey Abram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her? A $3.5 million consulting contract for lavish fish. 350万美元用于监测鱼类， $1.5 million for voter confidence. 花费巨大；150万美元用于提高利比里亚选民的信心；1400万美元用于马里的社会凝聚力；5900万美元用于纽约市的非法移民酒店房间。那个房地产开发商赚了不少钱。 He's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He's done very well. $250,000 to increase vegan local climate action. 25万美元用于增加赞比亚的纯素食本地气候行动创新；4200万美元用于乌干达的社会和行为改变；1400万美元用于改善塞尔维亚的公共采购；4700万美元用于改善亚洲的学习成果。亚洲在学习方面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用。1.1亿美元用于教育部内的多元、平等和包容 DEI 合同。 有史以来支付最多的一次。$101 million for DEI contracts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most ever paid. Nothing even like. 在川普政府时期，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And they're far worse,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ppropriate. 所有这些骗局，而且情况更糟。但我认为谈论他们不合适，因为太糟糕了。更多骗局已经被发现和揭露，并被一群非常聪明、以马斯克为首的年轻人迅速终止。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欺诈行为。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raud. 我们已经追回了部分资金，并减少了债务，以对抗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我们及时追回了大量资金。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美国政府问责署一个联邦政府机构估计，我们国家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我们正在努力阻止这种情况，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我们还在社保项目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低效率和可能的欺诈行为，而我们的老年人和我们所爱的人都依赖这个项目。信不信由你。政府数据库显示，有470万社保成员的年龄在100到109岁之间。 还列出了360万年龄在110到119岁之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认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3.47 million people. 但没那么老，347万人年龄在120到129岁之间，390万人年龄在130到139岁之间，350万人年龄在140到149岁之间，而且很多人都收到了钱。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帕姆，祝你好运，祝你好运，你一定能找到的。但是很多人都收到了钱，因为这笔钱一直在支付，没人管，这严重损害了社会保障。Good luck. Good luck. You're going to find it. But a lot of money. 也损害了我们的国家，有130万人年龄在150到159岁之间。根据社会保障数据库，有超过13万人年龄在160岁以上。 People from ages 150 to 159 and over 130,000 people, according 鲍比·肯尼迪 social security databases, are age over 160 years old. 看来我们的国家比我想象的更健康。
包括最后还有1039人的年龄在220岁到229岁之间，一个人的年龄在240岁到249岁之间，还有一个人被列为360岁，比我们国家历史还要长100多年。我们会查清楚这些钱都去哪儿，结果可能不太好看。通过削减我们能发现的所有欺诈、浪费和盗窃，我们将战胜通货膨胀，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汽车付款和食品杂货价格，保护我们的老年人，并将更多的钱放进美国家庭的口袋里。今天利率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下降，大幅下降，早就该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想做一件24年来都没人做到的事，那就是平衡联邦预算，我们会做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经详细制定了一个叫做移民金卡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就会开始实施。只要500万美元，我们允许全世界最成功的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购买金卡，成为美国公民。这就像绿卡，但更好、更完善。这些人必须在我们国家缴税，当然，他们之前的收入不需缴税，他们缴税，创造就业机会，他们还会资助大学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留在美国，而不是让他们被迫离开。比如，顶尖学校的学生被迫离开，不被允许留下，为其他国家的公司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成功。所以，当我们把那些在民主党人拜登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下被允许进入我们国家的罪犯、杀人犯、人口贩卖者和儿童掠夺者赶出去的同时，我们将引进聪明、勤奋、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会支付很多钱，我们将用这笔钱来减少我们的债务。美国人民已经授权我们进行大胆而深刻的变革。近100年来，联邦官僚机构不断扩张，压制了我们的自由，扩大了我们的赤字，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阻碍了美国的发展潜力。我们这个由先驱者和冒险家建立的国家，现在正淹没在数百万页的规章制度和债务之中，本应10天就能获得的审批。Approvals that should take 10 days to get instead take 10 years, 15 years, and even 20 years before you're rejected. 现在需要10年、15年，甚至20年，然后再会被拒绝。与此同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联邦工作人员、矿工。我的政府将从这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手中夺回权力。我们将恢复美国真正的民主。任何阻挠这项变革的联邦官僚都将立即被撤职，因为我们正在抽干沼泽。就这么简单。由未经选举的官僚统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我们计划打造史上最强经济的下一阶段，就是让国会通过所有人的减税法案。法案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投票了。我相信坐在我右边的人，我指的不是共和党，而是坐在我右手边的人，我相信你们会投票支持这些减税措施，否则我不认为人们会再选你们上任。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也算是帮了你们一个大忙。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会投票支持减税的，谢谢。这是我们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第一个任期内通过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们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寻求全面永久性的所得税减免，为了让受通货膨胀打击尤其严重的美国人获得急需的救济，我呼吁取消小费税、加班费税，以及我们伟大的老年人缴的社会保障福利税。我还想让汽车贷款的利息可以免税，但前提是这辆车必须是美国制造。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汽车工业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各地都在开设工厂，达成交易，前所未见。这是我胜选和关税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税这个词很棒，不是吗？再加上我们的其他政策，将使我们的汽车工业蓬勃发展，一定会蓬勃发展。今天我和3大汽车巨头的负责人通了话，他们都非常兴奋。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汽车公司宣布将在美国建造大型汽车工厂。本田刚刚宣布在印第安纳州新建一家工厂，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11月5日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希望这一天能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此外，作为我们减税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削减国内生产和所有制造业的税收，就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我们将提供100%的费用核销，并且会追溯到2025年1月20日，这是我们在上一个任期内减税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我们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个任期，我们第一个任期做得非常棒。但是，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在川普政府领导下，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关税会相当高。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关税已经几十年了，现在轮到我们开始对那些国家使用关税了。平均而言，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你们听说过他们吗？还有无数其他国家，他们向我们收取的关税远远高于我们向他们收取的关税，这非常不公平。印度对我们征收的汽车关税高于100%，中国对我们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我们向他们征收的2倍，而韩国的平均关税是我们的4倍。想想，是4倍之高。我们在军事上和许多其他方面向韩国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这就是结果，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这样对待我们。这个体系对美国不公平，从来都不是。所以在4月2日，我想定在4月1日，但我不想被指责是愚人节，没办法。
晚一天开始都会让我们损失了很多钱，但我们将在4月份实施这项措施。我是个非常迷信的人，4月2日对等关税生效，无论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多少关税，我们都将对他们征收多少关税，这就是对等的、公平的。无论他们对我们征收多少税，我们都将对他们征收多少税。如果他们用非货币手段将我们拒之于市场之外，那么我们也将用非货币壁垒将他们拒之于市场之外。这种情况也很多，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市场，我们将获得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创造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我对中国这样做过，对其他国家也这样做过。拜登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涉及的金额太大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几十年来，我们几乎被地球上所有国家敲诈勒索。我们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Much has been said.过去3个月，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讨论很多，但我们与两国的贸易逆差都非常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允许芬太尼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我国，导致成千上万的公民，包括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丧生，摧毁了无数家庭，这是前所未有。实际上，他们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我们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美国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由于我们正在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在过去几周内，我们已经获得了1.7万亿美元的新投资。我的胜选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相结合，使得软银世界上最杰出的公司之一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投资 ，OpenAI 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哈里斯胜选，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苹果公司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投资，蒂姆·库克给我打电话说，他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这么快把钱花出去。我相信实际投资额会远高于这个数字，他们将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建设他们的工厂。就在昨天，台湾半导体占据了97%的市场份额。世界上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宣布投资1650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制造地球上最强大的芯片。而且我们不需要给他们任何钱。芯片法案非常糟糕，我们给他们数千亿美元，但毫无意义。他们拿了我们的钱却不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给他们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支付关税，所以他们来了，他们正在建设。许多其他公司也来了，我们不必给他们钱，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人民。如果他们在美国建厂，他们就不必支付关税。所以这非常棒，你们应该取消芯片法案，把剩下的钱，议长先生，你应该用它来减少债务，或者你想要的任何其他理由。我们新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农民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我爱农民。他们现在将向我们的国内市场，也就是美国销售产品，因为没有人能够与你们竞争，因为那些从其他国家和公司进来的商品，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未经检验，可能非常肮脏和令人厌恶。他们涌入并损害了我们的美国农民。从4月2日起，将对进入美国的农产品征收关税。
这可能需要一点调整期。之前我和中国达成协议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价值500亿美元的采购，我说请大家耐心等待，他们做到。他们做到，可能又要请大家再次耐心等待了。这次会更好，那次已经很棒了。问题是拜登没有执行，他没有执行价值500亿美元的采购，我们当时做得很好，但拜登没有执行，这损害了我们的农民。但我们的农民现在要迎来好日子，所以对我们的农民们说，好好享受吧，我也爱你们，我爱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我还对外国的铝、铜、木材和钢铁征收了25%的关税，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钢铁之类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军队。坦率地说，国家也长久不了。今天在场的是来自阿拉巴马州迪凯特的一位自豪的美国钢铁工人、杰出人士杰夫·迪纳德。他在同一家钢铁厂工作了27年，这份工作让他能够担任当地志愿消防队的队长，与他美丽的妻子妮可一起抚养7个孩子，并在这些年里为一个超过40个孩子的寄养家庭提供充满爱的家。太棒了，杰夫。谢谢你，杰夫。谢谢你。像杰夫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关税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更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灵魂。关税是为了让美国再次富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正在发生，而且会很快发生，好吧？有了这个，不会太久了。看看拜登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步，非常低，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低的。杰夫，我非常感谢你。我还想表彰另一个人，他一直致力于寄养社区，在这方面非常努力。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伟大的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帮助我们的国家培养未来的领导者，为他们进入职场做好准备。我们的第一夫人和2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女性在一起，她们非常出色。一位是哈利·弗格森，她受益于第一夫人发起的培养未来倡议，并准备完成她的学业，成为一名教师。另一位是埃利斯顿·贝里，他成为了同龄人制作的非法深度伪造图像的受害者。在埃利斯顿的帮助下，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下线法案，这非常重要，非常感谢你。约翰·图恩，谢谢你，站起来。约翰，谢谢你。约翰，非常感谢大家。感谢约翰·图恩和参议院做得好。将在线发布此类图像定为犯罪，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旦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期待着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谢谢，如果你们不介意，我也打算把这个法案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人比我在网上受到的待遇更差了，没有人，太棒了，非常感谢参议院，谢谢。但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保护美国儿童，那么没有什么比确保美国边境安全更关键的了。在过去的4年里，有200万人涌入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世界各地危险城市的凶手、人口贩运者、帮派成员和其他罪犯。由于乔·拜登疯狂且非常危险的边界开放政策，他们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正在把他们赶出去，而且速度很快。
They are now strongly embedded in our country, but we are getting them out and getting them out fast. 我也要感谢汤姆·霍曼和克里斯蒂，还有边境巡逻队的保罗，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太棒了。他们所有人都做得很好，边境巡逻队、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所有执法部门都非常出色，我们必须照顾好我们的执法部门。去年，一位名叫莱肯·雷利的优秀护理专业学生，年仅22岁，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人人都很喜欢他。他在佐治亚大学的校园里慢跑时，遭到一名野蛮的非法外国团伙成员的袭击、侵犯、殴打、摧残和残忍杀害。这名凶犯在拜登政府开放的南部边境非法越境时被捕，然后在那个失败的政府冷酷政策下被释放到美国，那确实是一个失败的政府。之后，他在一个由民主党管理的庇护城市被捕并释放，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夺走了这位美丽年轻天使的生命。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来京敬爱的母亲艾丽森和她的妹妹劳伦。去年，我告诉莱肯悲痛欲绝的父母，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女儿不会白白牺牲。因此，我作为第47任总统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授权拘留所有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的犯罪外国人。这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法案。它叫做莱肯瑞利法案。艾丽森和劳伦，美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美丽的莱肯霍普瑞利。非常感谢。我刚上任，本届政府就发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边境和移民打击行动。我们迅速实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低的非法越境人数。谢谢。The media and our friends in the Democrat Party kept saying we needed new legislation, we must have legislation to secure the border. 媒体和民主党的朋友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新的立法。Was a new president. 必须通过立法来确保边境安全，但事实证明，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新的总统。谢谢。乔·拜登不仅开放了我们的边境，他还用飞机将非法移民运送到我国各地，使我们的学校、医院和社区不堪重负，像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和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在移民涌入的重压下崩溃，腐败程度前所未见。
美丽的城镇被摧毁，正如我在就职演说中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正在实现美国的伟大解放。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今晚来到这里的是一位我结识的女士，来自休斯顿的埃利克西斯·努格里，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去年6月，埃利克西斯12岁的女儿，她真爱的乔斯琳，走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她被绑架、捆绑在一座桥下，被侵犯了2个小时，并被残忍的谋杀。因这项令人发指的罪行，被逮捕和指控的是2名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罪犯。他们通过上届政府荒谬的开放边境政策被释放到美国。这位美丽的12岁女孩的去世，以及她的母亲和家人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整个国家。埃利克西斯，我保证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女儿，你那了不起的女儿。今天早些时候，我签署了一项命令，以兑现我对你的承诺。我从乔斯琳身上了解到的一件事是，她非常热爱动物，热爱大自然。在与乔斯琳在休斯顿的住所隔着加尔维斯顿湾的地方，你会发现一个壮丽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一个原始宁静的3-4千英亩的保护区，是上帝所有生物在墨西哥湾边缘的庇护所。埃利克西斯，就在刚才，我正式将该保护区重新命名，以纪念你美丽的女儿乔斯琳。所以，副总统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看一下那份命令吗？非常感谢。被指控犯有杀害乔斯琳和莱肯罪行的3名野蛮人都隶属于委内瑞拉监狱帮派，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强硬的帮派，被称为特伦特火车帮。2周前，我正式将该帮派连同 MS-13和嗜血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他们现在在官方上和 ISIS 是同一类别的，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成千上万的恐怖分子被拜登政府欢迎进入美国，但是现在我们会将他们全部抓捕，并强制从我们的国家驱逐出去。如果他们太危险，就把他们关进监狱，在这个国家接受审判，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再回来。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一位战斗在前线的勇士，边境巡逻员奥尔蒂斯，很棒的人。今年1月，罗伯特和另一名特工在靠近被称为卡特尔岛的里奥格兰德河附近巡逻。这个地名听起来不太好，当时全副武装的枪手开始向他们射击。罗伯特看到他的同伴完全暴露，非常危险，他立即采取行动，开火还击，为他的同伴争取了关键的几秒钟，得以找寻安全地带。
真是险之又险。我这里有一些当时的现场照片，情况很不好。奥尔蒂斯特工，我们向您致敬，感谢您的英勇，感谢您挺身而出，感谢您所展现的勇敢，我们向您致敬，并将永远铭记您。非常感谢您，罗伯特。Thank you, Roberto. 谢谢你， And I actually got to 罗伯 know 特 him.。我经常给边境打电话， To the border. He's 所以认识了他。 a great gentleman. 他是个非常棒的绅士。我们边境以南的地区现在完全被 Entirely by criminal cartels that 犯罪集团控制，他们谋杀、强奸、折磨，行使完全的控制权。他们完全控制了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卡特尔正在向美国发动战争，现在是美国向卡特尔宣战的时候了， time for America to wage war on the 而我们正在这样做。5 nights ago, 5天前， Mexican authorities 由于我们对墨西哥实施关税政策，大家想一想，墨西哥当局向我们移交了他们国家29名最大的卡特尔头目， 29 of the biggest cartels. 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他们想让我们高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是我们需要墨西哥和加拿大做得更多。 But we need 他们必须阻止芬太尼和毒品涌入美国，他们会阻止的。我已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资金申请， pouring into the USA. They're going to stop. 详细说明了我们将如何消除这些威胁，以保护我们的国土，并完成美国历史上 We will eliminate these threats. 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甚至超过了目前的纪录保持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是一个 Even than current 温和的人，但他坚信边境的重要性。 Now we're a moderate man, but someone who believes 美国人民希望国会立即将这笔资金送到我这里，以便我能将其签署成为法律。 this funding without delay, so I can sign it into law. So 所以，议长先生，还有约翰·图恩两位，我希望你们能做到。 I hope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Mr. Speaker. 议长先生，谢谢你，多数党领袖，谢谢你，非常感谢，请把法案送到我这里来，我会很快签署，你们甚至不敢相信。 And as we 当我们 reclaim our 重拾主权之际，我们也必须恢复我们城市和城镇的法律和秩序。 In recent years, 近年来， our justice system has been 我们的司法系统被激进的左翼疯子们颠倒了。 lunatics. 许多司法管辖区实际上停止了对危险的累犯执行法律，同时 Against dangerous 将执法部门武器化，对付像我这样的政治对手。 political 我的政府已经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acted swiftly and decisively. 以恢复宪法统治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的司法。 Justice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开始， the FBI and the 帕姆， DOJ, Pam, 祝你好运，卡什， Cash, wherever you may 无论你在哪里，祝你好运， Pam Bond, 祝你好运。帕姆·邦迪，祝你好运， gonna 这 do 非常重要， Cash, 他会做得很好。卡什，谢谢你，谢谢你， thank 卡 you, 什。 Cash. They've already started very strong.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他们会做得非常出色。你们会为他们感到自豪的。我们再次给予我们的警察应有的支持、保护和尊重。他们必须得到这些。他们的工作非常艰难和危险，但我们会让他们不再那么危险。问题是那些坏人不尊重法律，但他们已经开始尊重法律了，而且很快就会尊重法律。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全国伟大的消防部门，我们的消防员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而且他们以创纪录的数量投票给我，所以我别无选择。
就在上个月，31岁的纽约警察乔纳森·迪勒在长岛的一次交通拦截中被枪杀。他是一位非常棒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警官。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被控谋杀他的凶残罪犯。此前曾被逮捕过21次，而且都是重罪。他是个真正的坏蛋。坐在他旁边的暴徒此前曾被逮捕过14次，他的外号是杀手，他就是杀手。据说他杀害了其他人，而且杀了很多。我参加了迪勒警官的追悼会。当我见到他的妻子和1岁的儿子瑞安时，我深受触动。他的遗孀名叫斯蒂芬妮，他今晚也来到了现场。斯蒂芬妮，非常感谢你，斯蒂芬妮。我们会确保瑞安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纽约最优秀的警官。我们会将这些冷血杀手和累犯从我们的街道上清除出去，而且我们会尽快行动，必须阻止他们。他们被逮捕过28次后又被放了出来。他们把人推到地铁轨道上，他们用棒球棒击打人们的头部、后脑勺。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我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任何谋杀警察的人处以强制性死刑。今晚我要求国会将这项政策通过为永久性法律。我还要呼吁通过一项新的犯罪法案，严惩惯犯，同时加强对美国警察的保护，这样他们才能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他们不想被杀害，我们不会让他们被杀害。今晚在座的还有一位非常热爱我们警察的年轻人，他的名字是 DJ 丹尼尔。他今年13岁，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警察。但在2018年 ，DJ 被诊断出患有脑癌，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5个月，但那已经是6年多前的事了。从那以后，DJ 和他的父亲就一直在努力实现他的梦想。DJ 已经被多次宣誓成为荣誉执法人员，警察们爱他，警察部门也喜欢他。今晚 DJ 我们将给予你最高的荣誉，我请求我们新的特勤局局长肖恩·科伦正式任命你为美国特勤局的特工。
Thank you, DJ. DJ's doctors believe his cancer likely came from a chemical he was exposed to 谢谢你 when he was ，DJ。younger. DJ 的医生认为他的癌症很可能来自于他年轻时接触过的一种化学物质。自1975年以来，儿童癌症的发病率增加了40%以上。扭转这一趋势是我们的新总统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该委员会旨在让美国再次健康起来，由我们新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担任主席。没想到提到肯尼迪这个名字，坐我这边的人们的反应也这么冷淡，真是健忘啊！我们的目标是清除我们环境中的毒素。With the name Kennedy, you would have thought everybody over here would have been cheering. How quickly they 清除我们食物中的毒物，让我们的孩子保持健康强壮。举个例子， poisons out of our food supply and keep our children healthy and strong. 不久之前，你简直不敢相信，自闭症儿童的比例是1/1000，现在是1/36，这肯定有问题。1/36，想想看。所以我们要找出原因，没有人比小肯尼迪和他的团队更适合做这件事了。你们一定能找出原因的，好吗？小肯尼迪，祝你好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Okay, Bobby, good luck. It's a very important job. Thank you. 谢谢。谢谢。Thank you. My administration is also working to protect our children. 我的政府也在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免受学校里有害思想的影响。简纽瑞和她的丈夫发现他们女儿的学校在秘密地对他们13岁的小女儿进行了社会性别转换。老师和管理人员合谋欺骗简纽瑞和她的丈夫，同时鼓励她的女儿使用新的名字和代词。他们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没有告知简纽瑞，他今晚也来到了现场。现在是一位勇敢的倡导者，反对这种形式的虐待儿童。简纽瑞，谢谢你，非常感谢。谢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上任后不久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公立学校向我们的孩子灌输跨性别意识形态。我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向任何对青少年进行性残割的机构提供纳税人的资金。现在，我希望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永久禁止儿童变性手术，并将其定为犯罪。而且，我们会永远终结所谓的一个孩子被困在错误身体里的谎言。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我们要告诉美国的每一个孩子，你们生来就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正在把觉醒主义从学校和军队中清除出去，它已经被清除出去了，也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了出去，我们不想要它。觉醒主义是麻烦，觉醒主义是坏事，它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我们为此感觉好多了，不是吗？不是感觉好多了吗？我们的军人不会是激进分子和空想家，他们会是战士和勇士，他们会为我们的国家而战。还有皮特，祝贺你，国防部长，祝贺你。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非常反感觉醒运动，我很了解他。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年1月，美国陆军的征兵情况是15年来最好的1个月，而且所有武装部队的征兵结果都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情况还恰恰相反，我们根本招不到人。现在我们的招募情况是史上最佳，真是巨大的转变。这景象真美好，人们再次热爱我们的国家了。就这么简单，他们也再次热爱参军了，这是件大好事，非常感谢。干得漂亮，谢谢。今晚我们请到了一位年轻人，杰森·哈特利，他深知责任的重大。贾森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曾身穿军装。不幸的是，贾森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当时是洛杉矶县的治安官，现在他想要继承家族的服役传统。贾森是一名高中毕业班学生，一位获得6项校队运动资格的运动员。据说他运动天赋极佳，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 ，GPA 高达4.46，这很棒。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入西点军校。还有杰森，这可是一件大事。西点军校很难进的，但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你的申请已经被接受了，你很快就会加入军校学员队。谢谢你，杰森。你将成为西点军校光荣的一员。作为总司令，我的工作重点是建设未来最强大的军队。第一步，我要求国会资助一个最先进的金顶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我们的家园。所有部件都将在美国制造。里根总统很久以前就想这么做了，但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根本达不到。但现在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实际上非常不可思议，其他地方也有。以色列就有，美国也应该有，对吧？蒂姆，对吧？他们也应该有，所以我要感谢你们。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我们应该拥有它，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护我们的公民。为了增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我们还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包括商业造船和军用造船。为此，我今晚宣布，我们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并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将这个产业带回美国，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我们过去制造了很多船只，但现在已经很少制造了。我们将很快大量制造，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我的政府将收回巴拿马运河。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就在今天，一家大型美国公司宣布，他们将收购巴拿马运河周围的2个港口，以及许多其他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东西，还有其他几条运河。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人为美国人建造的，不是为其他人建造的。当然，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它，但建造它的代价是大量的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38000名工人在建造巴拿马运河时丧生，他们死于疟疾、蛇咬和蚊虫叮咬。那不是个好工作的地方，他们付给他们很高的工资去那里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有25%的可能会死在那里。如果按今天的成本计算，这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建造过的最昂贵的项目。它被卡特政府以$1的价格赠送了出去，但该协议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违反。我们没有把它给中国，我们把它给了巴拿马，而我们现在要把它拿回来。我们有卢比奥负责此事，祝你好运。卢比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出了问题，该怪谁了。卢比奥一直很棒，他会做得很好。想想看，他得到了100票，你知道，他实际上是以99票获得批准的。但第100票是这位先生投的，我非常确定。所以我们假设他得到了100票，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或者说非常担心。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位很棒的绅士，受人尊敬。我们感谢你们投票给卢比奥，他会做得非常出色。谢谢你们，谢谢他做得很好。干得好！今晚我还要向格陵兰岛上那些了不起的人民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欢迎你们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来实现国家安全，甚至是国际安全。我们正在与所有相关方合作，努力争取，但我们确实需要它来实现世界安全。我认为我们迟早会得到它的，我们会得到它的，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我们会让你们变得富有，并且一起将格陵兰岛带到你们以前从未想过的高度。那里人口非常少，但土地面积非常大，对军事安全非常重要。美国再次坚决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3年半前，在从阿富汗灾难性的无能的撤军期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阿比门爆炸案中杀害了13名美国军人和无数其他人。不是说他们撤退不对，而是他们撤退的方式。这也许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今晚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刚刚抓获了对那次暴行负责的头号恐怖分子，他现在正在来这里的路上，他将面临美国正义的快速审判。但我要特别感谢巴基斯坦政府，他们帮助逮捕了这个恶魔。对于那13个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我实际上非常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孩子被谋杀了，还有许多人在阿富汗那个灾难性的日子里严重受伤，超过42人，多么可怕的一天！当时表现出的无能，让普京看到后，我想他心里说，哇，也许这是我的机会，情况就是这么糟糕，本不应该发生，那些人非常无能。我和许多父母和亲人交谈过，今晚他们都在我们心中。我刚刚在电话里和他们通过话，
我们进行了一次大型通话，他们每个人都打了电话，每个人都在线上，他们都喜极而泣，他们非常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有这样的心情已经很好了。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儿子、女儿无缘无故地被杀害了。在中东，我们正在从加沙带回我们的人质。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达成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和平协议，即亚伯拉罕协议。现在我们将在这一基础上，为整个地区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中东地区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最近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的一切，人们一直在谈论中东局势。实际上，那是个很糟糕的地区。我还在不懈努力结束乌克兰的野蛮冲突，数百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这场可怕而残酷的冲突中无谓的伤亡，而且看不到尽头。美国已经提供了数千亿美元来支持乌克兰的防御，但我们的投入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什么都没有。你们想让这场冲突再持续5年吗？是吧？你们肯定想，波卡洪塔斯肯定会说是的。现在每周都有2000人丧生，还不止，他们是俄罗斯的年轻人，也是乌克兰的年轻人，但他们不是美国人。但我想要阻止这一切。与此同时，可悲的是，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钱，远远多于他们用于保卫乌克兰的钱。想想看，他们花在购买俄罗斯油气上的钱，比保卫乌克兰的还多，而我们已经花了大约3500亿美元。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却只花了1000亿美元，这差别太大了。而且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海洋，他们却没有。但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很多好事都在发生。拜登在这场冲突中投入的资金比欧洲还多，数十亿美元，真难以置信。他们本应该阻止这一切，并在某个时候说：“拜托，让我们扯平吧，你们必须和我们一样。”但这并没有发生。今天早些时候，我收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的重要信件，信中写道：“乌克兰已准备好尽快回到谈判桌前，以实现持久和平。”他说：“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更想要和平。”我的团队和我已准备好在川普总统的坚强领导下，努力达成持久和平。我们非常珍视美国为帮助乌克兰维护其主权和独立所做的一切。关于矿产和安全协议，乌克兰已准备好随时签署，只要对您方便，我很感激他。发了这封信，我刚收到不久。与此同时，我们与俄罗斯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收到了他们也准备好实现和平的强烈信号。那该有多好啊！那不是很好吗？那岂不是很美好吗？现在是停止这场疯狂的时候了，便是时候停止杀戮了。这时候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了。如果你想结束战争，你必须与双方对话。大约4年前，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一位名叫马克·福格尔的历史老师在俄罗斯被拘留，并被判处流放14年。这事儿很棘手。上一届政府几乎没有伸出援手帮助他，他们知道他是无辜的，但他们不知道从何入手。但去年夏天，我向他95岁的母亲马尔芬承诺，我们会安全地把他的儿子带回家。上任22天后，我就做到了。他们今晚也来到了这里。马克，还有他伟大的母亲，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安然无恙地和我们在一起。命运就是这样。马克·福格尔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个小镇上，你们听说过吗？他母亲在那里住了78年了。我正好在去年7月13日去那里参加了一个集会，那次经历不太愉快。就在我走上台前，我见到了她美丽的母亲。我告诉她，我不会忘记她说的关于她儿子的事，我从未忘记，对吧？从未忘记。不到10分钟后，在同一次集会上，枪声响起，一个病态且精神错乱的刺客从狙击手的制高点向成千上万的人群倾泻了8颗子弹，我的生命只差1寸就被夺走。但有些人却没有那么幸运。科里·康帕瑞特是一名消防员，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基督徒，一位丈夫，一位慈爱的父亲。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保护者。当枪声划破空气时，那是一种可怕的声音。科里立刻知道那是什么，该怎么做。他扑倒在妻子和女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们，免受子弹的伤害。科里被击中，伤得很严重。你们都知道后面的故事了，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们。另外还有2位非常好的人也受了重伤，但谢天谢地，在2位伟大的乡村医生的帮助下，我们本以为他们不行了，但他们被救了回来。所以那些医生非常有天赋，科里的妻子海伦也加入了他们。她是科里的高中恋人，还有他们2个心爱的女儿艾丽森和凯莉。谢谢你们。海伦、艾丽森和凯莉，菲比现在正在天上看着你们，这3位美丽的女士，她正在为你们加油，她爱你们，她正在为你们加油。凯莉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注定要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无私奉献的光辉榜样。正是像科里这样的爱建立了我们的国家，也正是像科里这样的爱降使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我相信那天我在巴特勒能死里逃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能被上帝拯救，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对此深信不疑。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爱国者，到格底斯堡和诺曼底的英雄，从横渡特拉华河的战士到攀登落基山脉的先驱，从在基地霍克翱翔的传奇人物到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美国人一直是那个蔑视困难、超越危险、做出非凡牺牲，并竭尽所能捍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自由的人民。正如我们今晚在这个会场看到的那样，同样的坚韧、信念、爱和精神仍然在美国人民心中鲜活地跳动。尽管那些试图审查我们、让我们沉默、击垮我们、摧毁我们的人用尽了手段，但今天的美国人仍然是一个自豪、自由、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并将永远自由。我们将为之战斗至死，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祖国身上，因为我们是一个由实干家、梦想家、战士和幸存者组成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跨越了广阔的海洋，步入了未知的荒野，从危险边境的岩石和土壤中开创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一个无垠的大陆上追逐着我们的命运。他们建造了铁路，铺设了公路，并以帝国大厦、雄伟的胡佛大坝和高耸的金门大桥等美国奇迹装点了世界。他们用电力点亮了世界，挣脱了地心引力，启动了美国工业的引擎，击败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由钢铁和玻璃雕琢而成的现代奇迹。Vanquish the communists, fascists, and Marx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gave us countless modern wonders sculptured out of iron, glass, and steel. We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ese pioneers who won and built the modern age, these workers who poured their sweat into the skylines of our cities, these warriors who shed their blood on fields of battle and gave everything they had for our rights and for our freedom. Now it is our time to take up the righteous cause of American liberty. 我们站在这些赢得并建设现代社会的先驱的肩膀上，站在这些将汗水倾注于城市天际线的工人的肩膀上，站在这些在战场上抛洒热血，为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献出一切的战士的肩膀上。现在是我们承担起美国自由的正义事业的时候了。现在轮到我们把美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这将是我们最伟大的时代。在上帝的帮助下，在未来的4年里，我们将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更高的辉煌。我们将缔造有史以来最自由、最先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文明。我们将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建设世界上最安全、最富裕、最健康、最具活力的社区。我们将征服广阔的科学前沿。我们将带领人类进入太空，将美国国旗插在火星上，甚至更远的地方。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们将会重新发现美国精神那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我们将会重燃美国梦那无限的希望。每一天，我们都会站起来，为了我们公民所信仰的国家，为了我们人民应得的国家而奋斗。谢谢大家。